我出家之前曾有一子，那日我儿感风寒，在一家药铺抓药喝下，可怎知那恶人为了夺取那家药铺，竟在我儿喝的药里下毒，害我儿惨死。那恶人又利用我儿的死，诬陷那家药铺，说是抓错了药，害死了人命。一时间，我们家和那药铺商户都是家破人亡。可那恶人现在还逍遥法外，甚至他要置我于死地。怎么师太这往事听起来好耳熟啊？奶奶，你可还记得之前带您见过一个叫做寂静堂的少年，向您状告的江州惨案？陆玄师傅，你刚才说害死你全家的那个恶人姓甚名谁，何方人士？师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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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太中毒了。是你沏的茶，你想害师太。三少奶奶冤枉啊！这茶是老太君的，方才也是在这儿沏的茶，大家喝了都没事，怎么只有她中毒了？谁知道你有什么招数？罢了罢了，若是不信的话，我喝了便是。瞧瞧，我也没中毒啊。天雷啊，这茶有没有毒，谁也说不准。或许是在别处中的，只是来到祈福，突然发作了而已。不对呀，外祖母，或许是我们生意上的死对头做的，想嫁祸给我们齐家，然后趁机抢夺我们的生意啊！有这种可能，生意场上尔虞我诈。哎呀，不提这个了，师太要紧，快请郎中，赶紧送师太回界上心院，快！老太君，我也去吧。去。如何？幸好有师父留给我的保命丹药，已经暂时压制住了师太体内的毒性，保住了性命。不过，师太的嗓子怕是已经被毒哑了。就差一天，这下可怎么办？师太说不出话，也不会写字，那满肚子的冤屈，不就无法申诉了吗？敬堂兄弟，你们来祈福的路上是否遇到过什么蹊跷之事？没有啊，我们是坐马车来的，一路上都平安无事。你再仔细想想看呢。哦，对了，倒是有一件无关紧要的事。当时师太正要上马车，突然有一个小乞丐跑了出来，一直抓着师太的手不放。师太，可怜我吧，给我2个铜板吧。我看他可怜，就给了他2块铜板。后来师太上了马车之后，一时觉得手臂奇痒，
一直抓挠，手都抓红了。这毒竟然是小乞丐下的，难怪柯世昭有恃无恐，正当端坐。原来早就在师太来的路上下了毒，还可以在奶奶面前撇清嫌疑。是我们大意了，实在是太恶毒了，杀死了师太的儿子，现在又想毒害师太。为奸之计，就只能等着师父回来，看看有没有办法能解掉师太的毒。但若是柯世昭知道师太中毒未死，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们得想个办法骗过他才行。先生，就不能再试试吗？姑娘，师太都已经断气了，这即便是华佗在世，他也不能起死回生啊！我看还是抓紧准备后事吧。先生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师太，你怎么就这么死了呀？哎呀，死了！来人啊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小姐，来人呐！来人！来了来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师太七窍流血，死了。三少奶奶，三少爷，这还是找人赶紧抬下去吧，留在咱们府里多晦气啊！小巧，要不此事就交给你来做。啊不，三少爷，这种事我也没干过呀，您还是找别人吧。老太君那边还有我伺候，我先退下了。太可怕了，太吓人了！小乔，输好了，确定断气了，这下你别放心了。你确定吗？我这双手亲自探的，那老尼姑七窍流血，可吓人了，确实断气了。小乔，没事，从此以后，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这三少爷和三少奶奶，当真是十分难缠呀。前几日，关师傅传来消息，他将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在江州的所有事情，全部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了我。我们这三少爷和三少奶奶的确是有些本事啊，差点将江州最大的赌场收入囊中了。可从没听说过咱们三少爷会赌啊！我看八成啊是那三少奶奶的鬼主意。哎呀，我早就提醒过你了，这三少奶奶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看似心直口快，其实呀一肚子弯弯绕绕，和那三少爷在那寄畅心院住着，整天也不知道在谋划什么呢。没想到啊，一个冲喜，竟然给齐天磊冲出一个帮手来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，
就是剔除掉这个帮手。你想怎么做？你觉得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他们两个关系如何？那还用说吗？小夫妻俩蜜里调油似的，感情好得不得了。蜜里调油，我倒要看看，他们能够好到几时？这天下的夫妻，有几个能够一直你侬我侬的？你的意思是要离间他们？没错。可人家新婚燕尔，感情好着呢。我知道一人，若是此人来到齐府，定可成事。我们只需要推波助澜，在暗中秘密替他谋划，而我们便可坐收这渔翁之利了。是谁呀？这投壶啊，讲究一个耳聪目明、胆大心细。奶奶，看来你这簪金丝桃花团扇是保不住喽。那未必。行了行了，你这都还没有赢呢，就开始说大话了，赶紧投吧。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。同分。三少爷7筹，老太君5筹，香剩1寸。别得意，这一局我替奶奶赢。好，冰燕替我投。娘子请。双筹，双中，算4筹。相近，老太君胜。看见没有？这叫力挽狂澜。这小小娘子竟能双中，你们俩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，这赢不过也输不起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冰燕结盟那是结对了。她呀是我的小福星，身上还有几分英气，我喜欢。快把那团扇筹给三少奶奶。多谢奶奶。你应得的，小子没你的份儿了。好像是挺漂亮的。哎呦，好像是比某人的扇子好看。哎，不高兴了？输不起，输不起。怎么还不高兴了呢？输了就输了嘛。少爷，这等的谁呀？这么大的款，竟让您亲自屈尊来迎啊！这个人是我请的神兵，来助本少爷我一臂之力的。神兵还一臂之力？把嘴闭上，少说点。是。外祖母，苏州余下嫡孙女儿秀波小姐到了。我呀，见她拿了好些礼物，于是便先安排她去住处把行李放下，一会儿再过来跟您老问安。好，好，小巧啊，你去把世招送给我的庐山云雾茶拿来，这个丫头最喜欢喝茶了。老太君，您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喝呢。小巧进府晚，常听老太君提起这位小姐，看
看来老太君是打心里疼他呢。快去吧。来者是谁啊？表弟妹啊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这位小姐乃是苏州有名商贾于氏姑女，那可是名门闺秀。我记得小时候世昭刚到齐府，这位小姐便已是座上宾了。说起来，秀波妹妹与天磊自幼相识，应该也算是青梅竹马吧？可不是嘛，他祖母与我是闺阁密友，未出阁前，我们俩是很好的朋友。我们两家是世交，我家请了教书先生，他便入住到我府上。我们同吃同住，同跟着先生学书画。闲暇的时候，我们共同摆弄女工刺绣。我们呐，不是姐妹，胜似姐妹。后来啊，他也经常带着秀波到我们齐府上来住一住。所以说，他和天磊是一起长大的。外祖母，您别着急，秀波妹妹马上就到。老太君，秀波小姐前来请安。好，叫她进来。请。老太君，秀波给您请安了。来了就好，来了就好啊，来了就好。打小你父母死得早，你是跟着你祖母长大的，现在她也走了，我知道你很伤心。祖母过世，留下秀波一个人，孤零零的，无依无靠。秀波为祖母带孝3年，常常梦到祖母，整夜以泪洗面。可怜的孩子，可怜的孩子，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好孩子。不过没关系，你祖母走了，不是还有我吗？是不是？我们这齐府啊，也算是你的半个家了，以后会有人疼你，有人宠你的。多谢老太君。奶奶，这秀波妹妹来咱们齐府本就是喜事一桩，你就不要再难过了。你看，我也是老糊涂了，弄得孩子也跟着伤心。秀波妹妹，一路来辛苦了。见到天磊哥哥，秀波就不觉得辛苦了。秀波常常挂念着天磊哥哥，想着3年孝期满了，就赶紧来看望哥哥和老太君呢。对了，我还给天磊哥哥带来了旧物。记得小时候，祖母与老太君相会，带着我和天磊哥哥去寺庙祈福。大和尚曾言，天磊哥哥麒麟之才，祖母便找金匠精心打造此物，没成想却误了工期。后来祖母过世，秀波留在苏州，3年孝期，秀波一直把他带在身边，就想着今日能亲手送给天磊哥哥呢。祖母疼爱秀波，给我也做了一只。小姐，那2个分明就是一对儿。天磊哥哥，你可喜欢？
说天磊啊，你瞧瞧，人家秀波妹妹可是一片赤诚之心呢，你就快收了吧。哎呀，喜欢喜欢，多谢妹妹。多谢妹妹美意。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你的嫂嫂。这个物件呢，本也就是护身符，到时候我与你的嫂嫂生一个大胖娃娃出来，就全当做妹妹的贺礼。我去替小侄子先收下了。能送给天磊哥哥和嫂嫂作为未来侄儿的贺礼，秀波心里更加欢喜呢。你嫂嫂长你几岁呢？嫂嫂好，只听闻天磊哥哥娶了娘子，今日见了，当真是国色美人。看着嫂嫂这样娇俏，秀波心里喜欢的很呢。多谢妹妹夸赞，妹妹也漂亮。好了好了，别站着说了，坐下，都坐下。来来来，哎呀，真是好几年没见到你了，快坐快坐。哎呀，外祖母呀，您可能不知道，秀波妹妹那可是非常厉害呀。在守孝3年期间，她独自一人撑起了家里所有生意，还在苏州开了一间远近闻名的绣坊。我在江州做生意，听苏州的老板提起秀波妹妹，我呀这才有所耳闻。秀波为了维持生计，不得已才学着打理祖业，做生意的事也只懂些皮毛，还要跟老太君多请教呢。商场如战场，你这个小丫头呀，竟有这种本事。唉，只是一个女孩子抛头露面的，太辛苦了。日后啊，你要是寻到一个如意的郎君，就能过上安生的日子了。秀波，你现在可有许配婚约？秀波还未定亲。秀波只愿找个情投意合的好郎君，疼爱秀波，护着秀波。只可惜自己命苦，一直没有寻到良配。不急不急，我们的秀波呀，如此的蕙质兰心，日后我一定帮你寻个好人家。多谢老太君。对了，我还给咱们齐府上下备了礼物，老太君那一份也是我千挑万选，好不容易才寻来的，还望老太君不要嫌弃秀波的一番心意。哦，老太君，咱们去那间吧，秀波这份礼物需要有茶桌方可摆放。好，那咱们就去那间吧。湘云，备糕点。这套官窑瓷器出自官窑大师的手笔，是他的封山之作，需要特定的时节火候才能烧制。这世间一共就3套，秀波好不容易才买到的。祖母在世时曾教授秀波点茶的功夫，她常言，要说这点茶茶道，还是老太君炉火纯青。如今我将这套茶具送给老太君，并为您点茶奉茶。秀波献丑了，老太君不要笑话秀波，还望您指点一二呢。点茶。温盏，跳高，手法行云流水。外祖母，您看看，秀波妹妹还真是有些您的风范。
请老太君品鉴茶香。柯表哥，这茶道精湛，茶香沁人心脾。这沏茶的水，可是露水？正是，老太君睿智。曾听祖母说起，当年常与老太君一同泛舟荷塘，采集荷叶上的清香露水，在一起沏茶雅集。秀波也效仿此法，特意采了露水为您沏茶，聊表对祖母的哀思，也是您与我祖母的情谊见证。你这孩子呀，让我想起了你的祖母。好孩子，天磊哥哥、嫂嫂，请用茶。记得小时候，哥哥的嘴最刁了，不是我调的茶都不肯喝呢。天磊哥哥尝尝，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吗？好，尝尝。妹妹这茶调的真是好喝。多谢嫂嫂夸奖，若是喜欢，日后我每天都给嫂嫂奉茶。秀波啊，你呀，就在我这儿住下，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多谢老太君，秀波就算是回家了。秀波想恳请老太君许我住在小时候的园子里，我对那里的花花草草都有感情了呢。这有什么难的？那间屋子呀，还给你留着呢。只是现在天磊成亲了，他和你嫂嫂就住在那园子里。老太君，秀波小姐和三少爷从小也是一同长大的，算起来也是三少爷的半个妹妹了。这住回园子里，又不是住进三少爷的院子里，这有什么呀？秀波一见到嫂嫂就觉得投缘，想和嫂嫂多亲近些。若是嫂嫂不高兴，那秀波就不入园子了，随便找间客房就是了。啊，没关系，秀波妹妹高兴的话，住便是了。多谢嫂嫂。